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熟悉？研发团队、产品经理还有客户的期望，这三方就像在拔河一样，永远拉扯不完。功能做到一半，PM 突然跑来说规格要大改，产品快上线了才惊觉，这根本跟客户要的不一样啊！这场混乱的战争，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该怎么终结它。很多时候，真的感觉就像是我们 RD 在对抗全世界，但这真的是一场躲不掉的战争吗？还是我们只是手上少了一张地图，一张能带我们走出这片沟通迷雾的地图？这就是超多专案里最核心的痛点，对吧？我们 RD 追求技术的稳定、程式的优雅，但 PM 背着市场业绩跟 time to market 的压力，而客户的需求你懂的，就像天气一样说变就变。这三股力量不断打架，结果就是专案卡在那边，大家一起内耗。而且这不只是时程 delay 或预算爆掉的问题而已，最伤的是什么？是当大家每天都在救火，开一堆没结论的会，不断去解释为什么这个做不到的时候，那个热情跟信任感就这样一点一滴被磨掉了。这才是整个专案里面最贵的隐形成本。所以解法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哦。它不是一套更严格的流程，也不是叫你开更多的会。真正的答案来自现代专案管理 PMP 里面一个常常被忽略，但却是最强大的核心，也就是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讲到 PMP， 你脑中浮现的还是那种厚厚的教科书、复杂到爆的流程图，那你的印象可能要更新一下咯。现代 PMP 的核心是这个人才金三角，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现在的专案管理早就不只是在管事情了，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么去搞定人。而且你看这个数字真的蛮惊人的。在 PMP 的认证考试里面，跟人有关的技能竟然占了整整 42%， 这快要一半了耶！这就代表，就连国际专案管理学会 PMI 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专案会成功还是失败，最后的关键往往就看我们怎么跟人沟通，怎么跟人合作。没错，所以这句话你真的可以把它当成专案管理的黄金定律。专案从来就不是靠一个超级英雄单打独斗，它就是一场团队合作的成果。那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当然就是有效而且是有策略的沟通啊。我知道，很多 RD 的朋友一听到流程这两个字可能白眼都翻到后脑勺了，心想，又要来一套官僚制度了吗？但现代的 PMP 真的不一样，它不是一套叫你死板遵守的规则，它更像是一个灵活的工具箱。好，这张图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你别怕，它的核心概念其实超简单。你看左边是传统那种瀑布式、预测式流程，就像盖房子一样，一步一步来，这种就很适合硬体或韧体的开发。右边呢，就是大家很熟的敏捷，像是 Scrum， 快速迭代，拥抱变化，当然最适合纯软体开发。PMP 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逼你二选一，你可以从这个工具箱里面自己组合搭配，打造出最适合你们团队的混合模式，既有解构又有弹性。好了，讲了这么多观念，我们来点马上就能用的实战技巧。要解决人的问题，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先搞清楚人到底在哪里，有哪些人，还有这些人在乎的点是什么。在专案管理里面，我们把这些人都称为利害关系人。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很学术，但说穿了其实超简单，就是所有跟这个专案扯得上关系的人，而且这个范围通常比你想象的还要广很多哦。这就是你的第一个秘密武器——利害关系人登录表。看到表格先不要怕，第一步真的超简单，就是把你脑中所有想得到的人全部列下来，然后旁边简单注记一下他可能最在乎的是什么。光是这个动作就能马上把一团模糊的人际关系变成一张清清楚楚的列表。好，当你有了那份列表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件更好玩的事，就是把它变成一张策略地图。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利益方格。你根据每个人对专案的影响力高低，还有他对专案的关心程度，把它们放进这4个格子里。
你看这样是不是一目了然？谁是你需要花最多心力去沟通的，谁只要定期让他知道进度就好。所以关键从来就不是找到一个方法应付所有人，而是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沟通策略。OK， 地图画好了，你知道该跟谁说话了。但接下来问题来了，要说什么？什么时候说？还有最重要的是，该用什么方式说？我们都遇过那种混乱的沟通吧？老板突然从你背后经过，拍你肩膀问进度 ，PM 在 Slack 上丢来一个超模糊的需求，客户的 email 里面充满了抱怨。跟你说好，这不叫沟通啊，这根本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计划。你看这张图，它就是一个超简化的沟通管理计划。它清楚地定义了谁需要什么资讯，什么时候给，用什么方式给。比方说，给 CEO 的报告，你可能要用时或值管理这种指标，让他一眼看出预算跟时程的状况。但跟我们 RD 团队沟通，我们更在乎的可能是这个 sprint 的速率，对吧？当你把混乱变成一种可预测的节奏，所有人都能更安心，专心做自己的事。当你开始这样有策略地去管理人和沟通之后，你真的会发现整个专案的气氛会完全不一样。原本那个剑拔弩张的战场，会慢慢变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伙伴关系。我们来总结一下，当你开始用这些以人为本的技巧，你得到的绝对不只是一个准时上线的专案，你等于是用清晰取代了过去需求的混乱，用策略战胜了各种失控的场面。一个简单的计划就能让团队建立起真正的共识，而有了共识，才有信任。当信任取代了原本的紧张关系，交付的速度自然而然就会变快。那么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在你现在手边的专案里，是不是有那么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是你觉得沟通起来最头痛、最棘手的？试试看，就用我们今天提到的方法，为你跟他们的下一次沟通做个简单的小计划。相信我，结果可能会让你非常惊讶。